我们给大家做一下总结。目前比特币在这个区间进行盘整，短线上64000这一带撑住的话，那它的确还有向上拿掉65000这个流动性。这里是加密阿尔法，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上支影片我们说到，比特币如果短线撑住，就会有向上拿取流动性。随后周末一直在64000、65000盘整，不过盈利空间很小，只有几百点。那今天比特币出现了不小的下跌，最低点呢踩到了62600，接近63000的位置呢才开始反弹。这样的一个回踩支撑呢，其实印证了上期影片讲到的，上方的压力其实会比较大，是很难一鼓作气向上去的，大概率呢还要再做继续的横向整理。就目前来看，比特币处于关键位置啊，接下来该如何布局 ？OK， 我们来到比特币的盘面，先看周线，周线级别上周的话收的根阳线，一个比较大的十字星，加上上周的话已经连续3周收阳，而且从结构角度来讲呢，已经突破了下行的趋势线，突破之后有踩稳的迹象，并且连续收了2根长的下影线，所以这个信号呢是代表多头稍微占优势的信号。但是由于3条收线过程当中量能它是逐渐下降的，也就是多头的势能是有所放缓的。从指标角度，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MACD。MACD 出现了明显的底背离，价格是在下降，但是呢，我们红色动能柱是在减少的，而且在水下实现了金叉，这也是一个多头强势的表现。日线级别呢，在这波反弹过程当中出现了衰竭的迹象，这个交易量正在下降，上涨幅度在缩小，有点涨不动的感觉。但是这个酝酿呢，走了一个底部不断抬升，顶部不断抬升，这一个上升的趋势线。但是呢，上升的趋势线一般来说都是为了被跌破的。我们打开这个密集的交易带啊，那我们可以看到上方是有压力的，这个 POC 的位置大概是在65000左右的位置。但是下面呢也有支撑，在64000到62000这边有一个强有力的支撑位，所以呢接下来的价格呢也有跌破快速收回出现反转信号的概率。总的来说呢，还是要继续在这里进行横向整理。大的方向我们说完了，接着来说一下比特币盈利与亏损供应量。这个指标衡量的是目前全市场比特币有多少处于盈利，又有多少处于亏损。图中橙色的部分代表着现在还在赚钱的筹码，红色的部分则代表已经被套牢处于亏损状态的供应占比。大家回想一下，几个月比特币还在12万高点的时候呢，全市场约有 95% 的人都在赚钱。那你看现在随着价格的回落，市场上赚钱和赔钱已经接近5-5开了，这个代表着这一波下跌非常惨烈，当初在牛市高点冲进来的筹码现在正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链上分析啊，只要赚钱和赔钱比例来到一半一半的交汇区，你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回顾过去几轮周期，不管是15年、18年还是暴雷的22年啊，比特币在形成长期底部的过程当中，都会进入这一半赚钱、一半赔钱的交汇区，而且这种状态通常不会只维持1-2天，比特币价格会在这个区间磨很久，不断消磨市场耐心，让那些高位套牢的筹码割肉离场。现在我们又一次来到这个关键位置，从6月初跌到64000以来，我们已经在一半赚钱、一半亏钱的交汇区磨了1个多月，那大量牛市累积的获利盘被清空。高位买进的人也被套牢，市场气氛也从最开始乐观贪婪变成现在的极度悲观跟怀疑。回顾历史，当市场陷入到这种集体痛苦和怀疑的状态时，通常意味着熊市已经走到后半段。真正底部形成的过程中，通常会出现另一个重要讯号，就是比特币的已实现亏损，我们就能看到大批投资者认赔离场的证据。这张图每次冲向高分，就代表着市场上有一轮大规模割肉，也就是说有一批投资者他已经彻底投降，认赔出场。22年比特币在真正形成底部之前，先后经历了3次巨额的已实现亏损，每一次发生大幅下跌，就会有一批投资者撑不住，被迫在低位卖出。当这些高杠杆和意志不坚定的筹码被一轮一轮清洗掉之后，市场的卖压才会逐渐减弱，真正的底部也就慢慢形成。这一轮的话，我们正在看到一个非常相似的过程。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卖压已经完全结束，微策略短时间还不会爆雷。当然，我也不是说它一定会爆雷，但就好像是你身旁的定时炸弹，随时会。至少说明市场现在已经从单纯的下跌进入了多轮投降和筹码出清的阶段，而这正是历史底部形成过程当中经常会看到的特征。所以在这种底部还没有完全确认的阶段，对于普通人来说，更适合的方法不是猜最低点，而是分批 DCA。你不需要一次性把所有资金全部缩化，否则价格只要再跌一段，心理压力就会特别大。那也不用因为害怕后面还有更低，就一直完全空仓等待，因为等到市场真正反转的时候，你很可能才发现自己连一颗比特币都没有买到。所以分批布局的核心就是在于避免太早把子弹打光和避免错过底部之间找一个平衡。回顾过去几轮熊市啊，那比特币每次靠近周线 EMA 200的时候，也就是200周均线附近时，通常都意味着距离大底不远。所以对风险承受力比较高的那些人来说，可以把200周均线当作开始累积筹码的区域。200周均线虽然在历史上经常出现在长期底部附近啊，但它绝对不是不能跌破的铁底。你真正买的是200周均线附近这一段的区间，而不是某一个精准的点位。
这样买的最大好处就是有机会买到一个非常靠近周期底部的位置，累积到更便宜的筹码。但缺点也比较明显，就是你可能买完之后呢，还要继续承受一段时间的浮亏，甚至看着价格跌破均线，在低位上磨上几个月。或者呢，你可以等待 MA50 均线向 MA200 均线靠近，价格重新站回 MA50 之后呢，开始分批买入。那这样做的直接好处就是你不用太早去切这个快速下跌的刀，但缺点就是等这些讯号都出现的时候呢，它实际上就已经反弹了一段，所以呢，你的买入成本肯定会相较于之前会更高。还是要做下风险提示啊，不是投资建议，只是这个历史指标呢，往往在大底形成过程当中会出现，你也不需要全仓梭哈，只用自己的闲钱做 DCA。这一切根本的原因是你相信比特币，你觉得下一轮牛市会来，比特币能冲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价格。那我常说一句话，去猜底部的话，你永远猜不到，可怕的不是猜不到，而是你在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什么都不做。讲完技术指标，我们再来看一下宏观面信息啊。那先说的话就是战争了，战争的话又升级了。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完成了连续9次对伊朗的夜间打击行动，连续轰炸9晚，那正式将战略转为全面进攻和摧毁阶段。对应的话就是油价肯定是涨的。美股呢？美股在上一周最后一个交易日出现了下跌，纳斯达克跌了 1.4百分比啊。那主要领跌的话就是半导体和芯片板块，美股暴跌，那比特币却罕见的跟美股就是跟跌不跟涨啊。那如今美股跌了，它却没有跟，接下来是不是要跟涨不跟跌了呢？也是很有可能的啊。那特别是在继续震荡一段时间之后啊。其他方面的数据就是微策略，微策略的话在最近的话还是选择义无反顾的买入比特币啊。那再看到 ETF 这一边，比特币现货 ETF 的话，连续开始出现净流入了啊。那相较于之前的净流出状态，现在结束掉了，所以在这个方面，比特币算是一个非常安全的状态。那除了这个方面呢，其他其实都不确定性比较大。接下来的重头戏的话，就是中国的 AI 初创公司月之安眠发布了 Kimi K3 的模型啊。那这个模型的话，完全对标 OpenAI 和 Anthropic， 甚至一度超过。在某些方面上，特别是比如说游戏创作，还有一些基建，虽然它的处理速度是比较慢的，但是它给到你的回复绝对会让你震惊，给到你的包括成果啊什么的，都一定会让你眼前一亮的。所以呢，它其实远超 GPT 或者是就是 Cloud， 我觉得这个说法一点都不为过。所以呢，在 Kimi K3 的模型击穿开源天花板之后呢，全球科技股3日蒸发了4700亿美元。一句话，中国牛逼啊！如果你对这个 Kimi K3 模型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油管当中去搜索一下啊。那我有看过几期关于 Kimi K3 的视频啊，觉得它真的在某些方面上绝对是碾压就比如说 ChatGPT 5.6 Soul 的版本，或者是 Cloud Faber 5，没毛病。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说到这里，想要真正在币圈发展的你，需要趁手的工具。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即可以轻松注册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给到全网最高 20% 交易减免。OKX 交易所，使用观感体验拉满，同样有 20% 手续费减免。另外，参与 OKX Bot 的观众可以使用专属邀请链接去刷代币交易量的时候呢，有减免，期期都有肉吃。Bybit 最高 30% 手续费返现，新人注册解锁迎新好礼。Get.io 注册赢取135 USD 新手入门礼包。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黄金外汇趋势融合最激进、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注册也有 20% 手续费减免。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册，你可能觉得注册这么多交易所没用，但每一家都会有自己的特色和创新。我们可以错过机会，但不应该在机会来的时候呢毫无准备。